知道这里是还蛮难找的啊，他不是很早出门。我刚才有按那个跑步路线，因为我想说这里很难找。那你有传给他吗？没有那我现在传给他好了。那我先传。吴迪说他停车场了，那我刚才就是走过来的时候，有顺便用我手表记录一下我走路的路径。那这看起来也是蛮难的，我就直接传给他好了，这样他就比较知道我们到底在哪里。刚从停车场出来，你看我现在要怎么走？首先我就先到我的档案，我的档案会有一个 GPX 的定位，那我就直接点选，然后按分享，无论我是 Line 啊或是 App， 我都可以直接分享给他。Penny 好像有发路线给我。好，那我刚才有收到那个 Penny 传给我的 GPX 路线档，这个功能除了是我们平常在运动的时候可以去做记录你的路径的轨迹之外它也可以变成一个 GPX 档。好，那这时候我只要去找到它传给我的档案的位置，例如说这个档案杆是在这边。它就会像这样子，我就选我可能用走路就好了，我也可以跟着它路径去跑步或者去登山。那我们是举例，我只是有点迷路的状态下，其实我们可以选走路就好了。然后像储存他会问我说我要从智慧型手表还是从电话去执行这件事情。那我这边就选手表，因为等一下我就不用一直看着手机了。所以这边就有刚刚那一条路线，点下去。那再按一下开始。好，倒数完之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不用手机了。你就会发现这个路线就会出现在手表上，就可以跟着这个手表看着这个路线去找到它给我的这个位置。其实这个就会非常的方便。好，我要出发了。Penny， 我们上次不是说我们要去露营？你不是要推荐一些露营可以吃的东西吗？我上次跟朋友去露营他们有做一道那个烤鸡翅。你会做烤鸡翅吗？不会，烤鸡翅要怎么做？那我上次有给我食谱跟连结，那我把它贴在这边，可以参考一下。好，所以我先点连结。OK， 我看到，所以我现在需要去买鸡翅，然后再先腌过它。我可以准备那个水果沙拉。水果的话，我想要番茄。好，番茄 OK。芒果。芒果也没问题，这一道就交给我来准备。其实我上次看你做那个炸猪排三明治，好像也蛮适合野餐的。就是做好再带来。讲完这个吃的，那重点是我们到底要去哪里露营？我找了很多个露营区之后，我选了2个出来。第一个的话呢，它是在三峡，评价也非常的高。看起来不错。这有 QR code， 我点看看。哇，它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对啊，而且很棒吧？不错。但是帐篷在哪里？帐篷自己搭呀，要自己搭的对，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样问，所以我又找了另外一个露营区。另外一个露营区的话呢，它就是懒人帐篷。那我们只要人到就好了。它除了帐篷里面有冷气，然后还会有营队然后带活动，让你一整天都不会无聊那你等一下再去帮我把那个食谱丢完整一点。对，那我去准备食材喽，拜拜。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刚才跟吴迪在同一个画面中呢？其实根本没有，我们是在通话，并且使用 Samsung Note 共享笔记共同编辑那共享笔记要怎么开启呢？像说我现在已经正在编辑一个笔记的话呢，我可以从右上方这3个点点点下去，就可以一个邀请协作者，可以选择你的联络人或是分享连接到群组，直接新增你的亲朋好友进来。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从无到有，我就直接在 Samsung Note 的画面中呢，开启共享笔记，直接去新增一个笔记之后呢，我就是可以直接新增我的亲朋好友，或是把连接分享到我们的群组里。那使用共享笔记可以同步直接把资讯全部都一起做编辑，因为有时候我们常用社群媒体或者是群组，资讯很多的时候很大量会一直覆盖掉洗掉，可是在这里的话可以很集中很收拢的，我们就会讨论一个主题，这是共享笔记的好处那刚才有跟大家提到，我们共享笔记很方便的就是我们可以及时然后共同编辑并且分享，像我刚才也有分享露营的地区给乌迪看，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透过搜寻圈快速的跳入连结，乌迪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丢出来的资讯内容咯。那如果是文字连结的话呢，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直接透过我们的手机开智慧选取，把它圈选起来之后呢，它就会自动帮我们辨识说它是文字吗还是网址，是不是需要帮你转跳连结，还可以帮你开启3星内建对应的 App， 让你更快速方便的使用所以介绍了这么多好用的功能，快找你的朋友一起来试试看吧。我们终于把帐篷都搭好了，这场大雨整个打乱我们所有的计划。Aaron，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我在香煎鸡翅。
那 Dennis 在做什么呢？我帮大家擦盘子啊。准备吃东西了，对吗？好，乌迪终于来了。所以你刚才偷吃了什么呢？鸡肉水果沙拉。大家看我啊，跟镜头挥一下。哇，看我们那个 Aaron 大厨的鸡翅哦，哇，那个吱吱作响。好，我透过这个润的方式哦，它非常的好平顺，好就可以。好，zoom in zoom out，就像拍电影的感觉。出来露营，我们来看一下每个人都在做什么呢？乌迪的话呢，是我们的摄影手，然后专门来帮我们记录我们这次露营的整个过程。那我们家 Aaron 的话呢，是我们康乐股长兼大厨。那我们家 Dennis 的部分呢，除了可以帮我们做摄影以外啊，他现在就是在做二厨啦，就是帮我们准备整理，然后还有赶个小虫之类的。露营就是会有很多小虫，我们现在就满心期待这一桌的大餐，终于完成了。开动喽！好，先来吃，我觉得蛮好吃的，很开胃，很适合现在热热的天气。没有，我从椅子上滚下来，这算好笑的。你手机呢？我说好像都在越南。他说真的假的？你又要再重演一次去年的那花莲事件？我们大家都吃完饭了，那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下我们彼此的露营经验。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是没有遇过露营的时候有下雨，应该有遇过下雨天吧？超多，我录了10次，应该有6次是下雨，这几率已经算高了。那这个雨算大还是小啊？这雨算很大。我蛮幸运的是，那个帐篷都会在我要收帐的时候停雨，所以我觉得这还蛮幸运，因为不然要回去才要晒帐，然后收帐非常麻烦。那 Dennis 呢？这个爸爸就是一脸羡慕着看着这一顶帐篷，然后看着很想购入做的事情，但是他都没办法做。就是一个很想露营的爸爸，很想露营的小朋友，然后一个不想露营的妈妈。那无敌呢？最喜欢露营的一趴就是可能刚刚我们在吃东西，然后大家就各自准备一些东西来吃。你看像我今天带那个水果鸡肉沙拉，是不是还不错？那我吃你们准备的也觉得很好吃啊。可是你刚才真的很晚才来我们刚才一直传讯息给你，想说你是迷路了吗？都不回。不太熟啊，我刚刚开车整路都山路都没有红绿灯，所以也不回讯息。不是啊，开车就很难回啊。不然 Dennis 如果你开车，你看有讯息你会回吗？看状况，不然的话就是停路边，开车真的很难回啊。因为我有被开单过的经验，就是为了回工作的讯息，开一次真的是伤荷包很深，所以我现在都已读不回。车架啊，然后架着之后，它封面一幕就有那个智慧回复。像现在刚好讯息来了，Aaron 你当一下车架。像我平常时开车的时候，他就直接架在车子上，因为正常我们在开车的状态下是不可以手持手机的，不论是不是停红灯还是正在开车都不行。像我是放在车架上，看到这个讯息，然后点开，它就会帮我生成回复建议。它现在就有一个我想你了，因为我喜欢之类的，好，我就可以直接快速回复，好，反正就这样直接传送出去，这样就不会有敷衍我男朋友的感觉，不然下面就是好的，不要，谢谢这样子。重点是谁要洗碗？那我们现在玩小游戏环节，输的话我们要去洗碗。大家手上应该都有折叠机对吧？有。好，因为我们现在在营地啊，也有看到非常多的植物。那这些植物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打开我们的相机，然后开启搜寻圈，圈选植物，截图为证。那我们这样来比赛，1分钟看每一队我们累积出来谁最多，输的那一组的话呢，就要洗全部的碗。大家准备好了吗？然后我们就开始比赛。开始，快！截图，记得截图。要记得截图哦。为什么会选这里？因为我觉得这边看起来最多。剩下30秒。剩下30秒。15秒。剩15秒啊，等你才剩15秒。快点，不要跑太远。地上的草也是植物啊。随便都是植物。这什么？没有特征。前面，树也可以啦，树也可以啦。你的策略是什么？我要赶快，我找最近的，我不要像 BB 一样跑那么远。我要多样性，我讲求的是多样性。左边，橘，这个。要截图哦。好，有，我刚才截图了。有成功。还有35秒。乌迪那边，厕所前面那里有树啊，快点。15秒。这怎么没有植物啊？有。说我嘞，10秒。厉害。2、1，结束。耶，有，BB 我超多的。你几个？1、2、3、4，4个。不是你那么近，也才多我一个。不要跑那么远。你们2个不是同队的吗？哦，对哦。
Hello， 好，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下我们刚才搜寻到的东西。我的话，刚才搜寻到了4个。这里的话，我第一个是月菊，我有截图；第二个的话是鸟巢蕨。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它应该是一个也是蕨类，这里好像蛮多蕨类的，我4个就有2个蕨类。好 ，Aaron 换你了。第一个是刚刚很明显，一眼望过去就有颜色的，它叫做凤仙花。第二个的话是，我还记得以前学校里面有这个东西，这个叫做南洋杉。最后一个是青冈乐。这一组有7张，而且我们植物都没有重复哦。好，来换你们。重点不是植不植物的问题，重点是网络通不通的问题。我只有一个。那什么植物呀？就姑婆芋啊，澳洲茶树、月菊2个，石松3个，八角金盘4个。个。教我一个8个嘛。耶，帮你去获胜。那我们就去洗碗喽。虽然输了，但其实搜寻圈的功能真的也是非常方便快速。我们从一进来就看到非常多植物，都以为好像同一种草、同一种蕨类。所以出来露营不单可以直接放空，我们还可以利用搜寻圈去认识大自然的东西，还可以运动。对，还可以奔跑。你看，他就跑那么远，还有我们输，他只找到3个，多找几个我们就不会输了。很暗呢，这样洗得干净吗？早点来哦。看折叠机打灯法，你要高一点、低一点都可以哦。最后啊，收帐篷之前跟帐篷做个合照。那我现在的话呢，就是把手机架起来，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合照。我们现在手机的话有一个 AI 智慧变焦，它会自动帮我取景，然后放大缩小。我现在的话把它打开这个功能。好，那 Woody、Aaron、Dennis 我们可以进来一起拍照，然后看他有没有帮我变焦，因为现在是1倍。然后哦，有，你们进来了，它就变成0.7倍了。你去前面了。Aaron。哇哦，我们终于收完帐篷了，经历了一整天，然后又下雨这样子。那大家这一整天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部分，或者是你想象中露营应该要有什么东西？印象很深刻的部分的话，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的 Fold 利用涂鸦转图像把它画出来，变成具象化部分，可以随时记录你的灵感，或者是我们可能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我不太知道我要怎么表达，那我就可以用图像去表达，所以它其实不会只是单纯有趣，然后拿来做画画，它可能在生活上也可以给你一些实质的帮助，然后也可以把你的灵感随时都记录下来。我自己的话就是吃了很多食物啊，就是觉得哇很满足，因为露营不外乎就是一直吃嘛，桌上满满的食物，然后我们这样看着食物的样子，长得超可爱的，超多食物，什么都有。那 Dennis 呢，有什么觉得应该要出现在今天露营的场地？大家可以一起在生火，一起烤肉，或是等于用个萤火啊，简单画了一个我们4个啊。哇哦，它冷的天一定很适合。那Woody呢？我觉得今天下午吃那个甜点马芬的时候，不觉得少了什么？茶、咖啡啊，那对，手冲很马芬旁边就画一个咖啡，就剩给我一个。这个是生出来的。对啊，就咖啡，你不仔细看，觉得好像本来就有一杯咖啡。刚才大家是不是都有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做了什么，还有印象深刻的部分？然后我们也生成了一张照片嘛。然后我就是帮大家做好，所以我们把它拉开，跟画面一样。之后我们就再继续插入一张照片，把这个我们刚才制作出来的照片放上去。好，那旁边的话我们可以打心得，那不论你是要用手绘还是用打字的都可以。好，那我们现在可以来制作一下我们今天的专属的纪念品。好，那我们今天最后呢，就是也透过了我们涂鸦转图像的部分呢，去绘出我们自己想象中的露营，跟我今天可能看到的样子。那像Woody的部分呢，它这里有一首诗，真的是7言绝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念给大家听哦。细雨霏霏落营帐，夜半听雨入梦乡。清晨雾散山岚起，一杯香浓暖心烦。好，这个智慧撰写，我给他下的词就是露营、下雨、咖啡，写一首诗，大概就是一个词，他就真的写一首诗出来了。因为像刚才有说了，我们除了绘图，然后还有撰写出来之后，我再把它拼凑起来，印成一张明信片，为我们的旅程留下一个专属的纪念品。那大家也拿着折叠机跟我们一起去露营。3星探险家，我们下次见，拜拜。